黄哥，领来了。怎么样？还行，合理，还可以。有一套嘛。还行。看来这还有个 VIP 厅啊。有一套。黄哥，你是？我是小陈啊，前2天赌钱你把我钱全赢走了啊，忘了啊？一级吧啊！好了。哎，自己人。做什么情况？黄哥，大哥，他妈欠我钱什么时候还？我们开始吧，来，开始。来。你好，请问市中心在哪里？请出门右拐直走。好，谢谢。7万跟一手，2万跟加1万。跟。怎么？15万。我没老。好。怎么样？30万。我全压了。all in。黄哥，是不是桌上所有的东西都吹了？我桌上所有的东西都压了。行，今天黄哥玩的开心啊，不跟。开牌。3条 K。3条 S。哎，黄哥，那2只雪茄别忘了给我留着。靠，这小子把黄总都得罪了。我看了好几遍，他的手一直放在台桌上，好像没出老千。猪脑是什么？谁说只有手才能出老千？狗日的，现在高科技多的是。我是说，脸看清楚了没有？老板，看清楚，看清楚，看清楚了就好。他是不想走都出去了。
嗨，你好。你好，请问洗手间在哪里啊？洗手间在这边。老板想玩儿一好啊，可我只喜欢赌命。炮楼。我跟金奎以前也玩过几次，我也想知道他为什么会失踪了呢？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？那天下雨，他手气也不好，输了很多钱。5、6点钟的时候出了赌场门，就再也没看见过他。这个戒指里面有摩斯电码接收器，跟赌场串通好的吧？赌场嘛，总有我们存在，要不然赌场不是亏了？他呢是被杀死之后一脚踢进了这个下水道。这2天一直都在下雨。
你等我，我去洗洗。怀雷到底怎么死的？死者身上有3处刀伤，脖子和心脏是致命伤。看他的眼神，说明跟凶手认识啊。对，他背后的伤是直接插入的，说明他死的时候毫无防备。但是其他的刀伤有闪躲，刀口也是开的。 给。我也喜欢红色。哎，怎么了？现场好像被凶手清理过了，准确的说，是被破坏了。真可以啊！凶手还能大吃大喝。哎，客厅的鞋儿被处理过，但是这些线索就留下了。这人够笨的。昨天晚上电视里一直循环播放足球比赛，说明凶手是拿枪的几率比较大。还有啊。 杀了人，还可以继续看比赛，心理素质不是一般的强。可是这个人心理素质这么强，为什么还会留下这么多线索？铝业是一个标志性的元素，丁基和华丽之前就认识，所以可以闭案调查。 还有雨靴，说明凶手是计划好的。凶手杀人的方式不一样，金奎跟那2个人也不认识。你单凭一个随机的天气特征，这能说明什么？别忘了，
还有雨鞋的鞋印儿。雨鞋的鞋印，它的辨识度很低。第一，它们形状是一样的；第二，它们会被雨水冲刷。死了3个人了，雨夜还不算明显的特征。那你的意思是，还有晴天杀人案、雾霾天杀人案？国内外出现了很多雨夜杀手，比如说82年的雨夜屠夫。雨夜可以隐藏杀手的行踪和长相，最重要的就是它可以刺激杀手的杀人快感。但是3名死者的死亡方式和被处理的方式都是不同的。赌徒、小混混、妓女，杀手在排除他们眼中的败类，他觉得自己在替天行道。你只会拿你从电影里看到的这些东西说事儿吗？如果当时你能尊重一下我的直觉，可能华丽也就……我基本不用担心你跟女孩子讲爱情观的问题，因为谈不到那个时候就已经分了。我追踪到最后一个跟华丽联系的人，你们跟我走。好。我老婆不在家，我跟华丽是网上认识的，2年多了。现场有你的 DNA， 说一下你杀人的过程和动机吧。警官，我真的没有杀人，我已经够倒霉了，我非得昨天说清楚，你为什么杀人？我为什么要杀他？我跟华丽也算是老朋友了，每一次我老婆不在家，我都会去。这次华丽跟我说她是最后一次。今天是最后一次了。她就改行了，她就去洗。我就在卧室里看电视，出来就我他妈也是倒霉催的，我非得昨天晚上去。如果人不是你杀的，为什么破坏现场呢？我也想过报警，但是我怕我说不清楚。我有老婆，有孩子，我害怕，所以我就给清理了。但是我真的没有杀人，警官，你要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杀人，警官。杀手应该是个心狠手辣的人，可这小子是个怂包。华丽因为3厨说要娶她，就在朋友圈说她要回老家好好过日子。可她这一天好日子都没享受过，居然就死了。华丽只是一个柔弱的女孩子。现在已经查明了，华丽的眼睫毛脱落的确是因为摩丝喷到眼睛里面导致的，而且在金奎和颠姬的眼睛里也发现了少量的摩丝，只是因为当时雨水冲刷剂量太小，所以没有及时发现。当一个人被捂住眼睛的时候，身体最弱的部分就透露出来，脖子还有胸脯，最容易被刺伤。凶手很依赖摩丝，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。3个案件可以并案。浩龙，你再去查查金奎的底细。我之前就说过，杀手一定是连环杀手，他就是为了主持自己的正义，在这就是从赌场监控录像里抽出来的照片。
原来金奎和三锤俩人认识。思维，赌场的事情，我欠你一声道歉。没关系，我知道你心中有很多的不快，都需要发泄出来。但是你把所有的过错都自己承担，这样太不公平了。你也一样，不要说华丽的死，他不是你的错。滚啊！都给我滚！听不见吗？给我滚！滚！听不见吗？仔细想想，他提这么认真。我跟你说几遍啊！我不认识，不知道，管他什么金奎银奎，滚啊！滚！滚！对啊！好，那我帮你回忆一下。风锤，如果你真的知道颠姬和金奎的关系，你就告诉我。不知道。那华丽跟他们的关系呢？华丽是我的女朋友，跟他们没有关系。滚啊！华丽被杀的时候跟一个。今天晚上他在不在病房里啊？晚上11点查房的时候，他刚好不在。不在病房里，在走廊里啊。三锤大多数时候都是这样的。那逻辑上基本是合理的，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，他为什么那么条件？浩龙哥，怎么你来也不跟小弟说一声呢？啊，我给龙哥倒杯水去。东西呢？我从拘留所出来之后，就开始调查这帮孙子是怎么骗人的。龙哥喝杯水。是不是瞎？叫谁龙哥呢？啊，以后在华龙大哥面前都叫我小龙。龙哥好。你文成这样，怎么不去混幼儿园啊？瞎闻什么你？是，待会儿就让他洗了啊。这个班陀是军师的意思。对，在这样的组织里啊，都有一个军师，我们暗地里都叫班陀，负责选择下属对象和管理账目的。来啦！金奎和颠姬隔3上午，他们就会来这里运动。颠姬是做打手的，跑步很正常。金奎一个赌徒，他跑什么？还有更奇怪的，我听刚刚在这里3个人说呀，他们2个在这里一聊就1个多小时。1个小时的时间，他们应该聊了不少。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不过肯定和利益有关的。又要下雨了。我们调查了一下赌场的事情，简明，也就是被大家称作军师的这个家伙，他掌管着所有赢来的钱，而他、金奎还有颠姬，他们3个是一个团伙。他们俩死后，所有的钱财都会在前面出手。那华丽呢？
华丽当的是内线，女人是最容易把男人引上牌桌的，所以华丽也是他们三人档的一份子，而三锤就是他们的猎物。抓住简明。听说你要出院了。喂，简明被抓了。啊，好，我知道了。是时候说出来了吧？我相信你比我更想抓到杀害华丽的凶手。你们不要再折磨他了，好不好？你看看，他已经被你们折磨成什么样子了！已经抓到了，我是说简明已经跑了。凶手应该不是简明，三锤对简明的生死无动于衷，我相信三锤也不可能装疯卖傻护着这个人，你觉得呢？简明。下雨天别淋感冒了。没事儿。华龙去找简明的资料了。你看都这个点了，我估计华龙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了。要不这样，我们先去吃点东西。可是我跟他约了要一起去跳。那这样，我先去买点吃的，然后你在这等他，一会儿回来。啊？哎，不用了。特地买的，治感冒。我还撑得住。行了，有什么直说吧。那个，我观察到三水母亲的呕吐状况，而且频率很高，一看就是病得很重，面黄肌瘦的。我想知道她到底去没去过医院？她岁数这么大，生个病不稀奇吧？我想要知道她到底需要多少钱在看病上。我也很久没见过简明了。你这手法有点生疏啊。哎呦，不是，行
休息了好几天了，手有点生了。哎，这店里只有你跟你妈吗？也没雇什么其他人吗？是啊，最近生意不是很景气。再说了，现在这人工费啊，都不用过分。怎么着？想把这个店给丢掉？这又怎么会呢？不是还有我妈妈吗？你看，行了，谢谢。没有他的基本记录，应该是没有使用真实姓名吧？你叫什么呀？这是我编写的软件，只要输入了三锤母亲的身体特征，就能根据医院的病人数据库进行对比和分析了。哎，停！后腿先生。胃癌晚期。梁教授在银行附近抓到了简明，他倒是很会藏啊。三锤理发店毛巾上的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，毛巾上的纤维还有消毒水，跟电击死亡现场完全一致，出自一检。阿信，把三锤母子抓回来。是。华龙把简明带过来吧。好。儿子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来，赶紧吃。妈妈忙活了一下午，都是你最爱吃的。蘑菇炖肉，来尝一块，来。
故事吧。有那么一个老板，买了一只大羊和一只小羊，他决定呢先杀大羊，于是把刀放在了外面，进屋去拿盆儿。可是出来的时候，发现这个刀怎么找也找不着了。那个时候呢，大羊含着泪舔舐着小羊，而小羊呢趴在地上，仰着脸看着大羊。老板就觉得这母子俩生离死别呢，就不想让这个小羊看到他母亲死在他面前，于是呢就想把小羊拽走。就在拉走小羊的那一刹那间，发现那把刀就藏在小羊的肚子底下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在乎的人去掩饰、去遮掩，可是越遮掩越容易暴露。我就是凶手。你好，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是，算是自首了。快去理发店。是。你撑着，你撑着，你这边说话，急救中心吗？你这边说话，这里有人需要急救。公安局的各位领导，你们好。这里是。本人名叫三锤，于今年3月17日晚，在公司楼下的树林里杀死了电击，原因是他欺压我，伤害我。我对他一直怀恨在心，借此机会将他杀死。抛尸后，我又杀死了金奎和华丽，他们都是骗子、坏人，我真是无法再容忍下去了。我对以上做的事情供认不讳，并承担所有的后果。与此同时，我已经无法再面对我的亲人，只有以死来解脱。特写下认罪书，认罪人三锤。一命换3命，他们哪一个不该死？我一个要死的人，换了3条人命，值了。抢快！你为什么要杀了华丽？乌鸡汤很有营养，多喝点阿尔萨。
你为什么要杀华丽？妈，你疯了！三锤，妈妈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。为了我，你为了我，你为了我杀了我最爱的女人。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娶一个妓女啊！你以为你儿子是什么？我就是一坨烂泥！不，你不是烂泥儿子，不是的，儿子，是电击，是电击拖你下水的，是他害你染上毒瘾的，他还跟金辉合伙算计你，你怎么就不知道呢？儿子，妈妈要是不在，他们会毁了你的。和你没有关系。就不知道我要的是什么。以后，你不是我妈。我觉得很好奇，他们到底都做了什么？你要定他们死罪呢？他们算计我儿子。其实他们也够可怜的，就因为他们没有像你这样的母亲。喂，啊，刚才你看一下。这是他胡乱写的，我有证明，人都是我杀的。三锤呢？我儿子呢？他自杀了。什么？我儿子呢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这也是他的选择。不！儿子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妈为了你可以做任何的事情。儿子，儿子呀，儿子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呀？这鬼天气，打你妹的劲儿！
尸块是上午10点钟被发现的，报案的是个捡垃圾的老太太。把尸体的手臂放进琥珀里，犯罪成本太高了，一定有根据。哎，有没有可能是一个连环杀手独创的尸体签名啊？啊？我同意。啊？我还以为你要说，没有证据，就不要太早下结论。谁说没有证据？我刚才看了一下，相同的脚印一共有42个，而且不是呈直线分布。那就是说，有个人在这个荒郊野岭的地方原地瞎溜达，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埋尸的人。不对。我从琥珀周围的组织上来看，至少他埋了1个多月了。但是，昨天刚下了一场暴雨，而且昨天下午4点多才停。这些脚印一定是昨天4点多留下的。所以我同意你刚才的推测，这很有可能是一起连环杀人案。这些脚印是昨天过来埋新的石块。哦，对了，这块石头是之前压在琥珀上，被发现的时候就在琥珀旁边。有没有看到石头上的青斑？这不科学啊！哎，你看，埋尸体的地方离涨潮的江岸线至少有10米，可是涨潮最高的地方也只不过有7米。这个石头上怎么可能有长年累月的青苔呢？除非是有人故意放在这里。所以说，这个石头是用来做标记。这12只断手目测不是来自同一具尸体。先等等，高斌的验尸报告还没有出来。12个琥珀，光撬开就得需要一段时间了。他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？为什么会是用琥珀呢？有没有可能是一个标本？很多截掉残肢的人为了纪念自己的身体，将身体的一部分做成一个琥珀。我是听说很多喜欢狗的人在狗死后，将狗的身体做成一个标本。那为什么凶手要把喜爱的标本埋在荒山野岭呢？唯一能够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将这个案件定为杀人、分尸、抛尸案。在一段时间之内，12个人被分尸，但是公安局连报案的记录都没有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。除非这些尸块都不是从活人身上取下来的。高斌那边有结果了，我们赶紧过去吧。来正好，帮你们点外卖是不是？12个尸体啊，你还吃得下？真的就12个尸体？这12只手明显不是来自同个人的呀。哎，
给你看啊，窗口的边缘没有明显的破伤，没有明显的收缩，也没有出血，也没有挫伤。窗口的内部呢，也没有出血，没有明血块，没有炎症，而所有的尸块都具有相同的特征。这意味着什么？什么？所有这些尸块全部都是从尸体上割下来的，而且这些尸体被冷冻过。哦，意思是说，凶手杀了人，冷藏了尸体，然后呢，切下了这些尸块，做成了泡。不是，啊，我在尸体上检测到了一些过氧乙酸，这个主要是用来殡仪馆冷藏柜消毒用的。过氧乙酸不一定属于殡仪馆吧？哎，你说的对，但是我还检测到了一些防腐剂，过氧乙酸加上防腐剂，那肯定是殡仪馆用的。你的推测就是这些尸块是属于殡仪馆尸体上的？不是推测，不是推测，是事实。指纹我已经对比过了，其中一部分和警局记录在案的死亡证明完全能对应得上，他们都是死于意外或者是疾病。这是死亡证明。这些受害者的性别、年龄、职业完全都不同，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，都是在滨江火葬场火化的。绝对不可能！咱们这儿火化前都是家属亲自确认完尸体，确认它是完整，那才签的字儿。啊，你们看看，是不是？我们这儿走的都是正规流程。那签完字之后呢？签完字之后，这字儿都签完了，那当然是直接推到焚尸炉里去。那再然后呢？再然后那就是阎王爷的事儿了，你们得去问他，我可管不了。哎，我说警官，你们这不会是想再进炉子里查一查？太奇怪了！你也注意到这个？这两块琥珀的色泽度和光透度完全不一样。从挖出来的土质状况推测掩埋时间，这一块应该是很早掩埋的。可是你再看看这块，光透度极高，而且没有什么杂质，说明是1周之前掩埋的。似乎制作者的技术在不断提高啊！很精致，你看，就连这些人的指甲都是抛不光的，证明制作者在当艺术品做。后来这几块的琥珀掩埋时间相隔得越来越近，甚至1个月掩埋6块，说明练习越来越频繁，技术越来越熟练。琥珀的产地主要是在欧洲，而咱们中国呢，琥珀本来就少，能见到的都是从尼泊尔走私过来的，所以中国人做赝品的技术一直不达标，能做成这样的，真的很少见啊。你看，封装艺术节，这是1个月前公布的海报。你再看一看参与者名单，琥珀大师。我这里没有收到关于任何火葬品的手续记录，也就是说，尸体在进入焚尸炉之前应该都是完整的。棺材很贵，火葬场不可能把棺材给烧掉。他们基本上进入一个房间之后呢，会把棺材先拆下来，尸体继续向前传送。我倒是觉得他们有时间和手握的。教授以前真的是有家，没听您提起过。我倒是看过那会儿的回忆录，一到晚上，一帮女大学生们就坐着公交车，左手一只鸡，右手一只鸭，找那帮诗人啊、画家呀，劈柴做饭、吃喝玩乐，还坐在篝火旁。现在不能生篝火了，污染环境。不过那会儿可真是文艺青年最好的时候啊！那个时候，几乎全中国的长头发男人都聚齐了，但是总有一个小白胖子站在那个小凳子上面，背着破吉他，找个女孩说：“这是我专门为你写的诗啊！”一站2、3年，姑娘换了几10个了，
是的，还是那两句。但是这个哥们儿怎么看怎么也不像艺术家。你怎么看还不像个警察呢？喂，好。哎，杨教授呢？哎，去哪儿了？整个火葬场的人都不知道老王的真实姓名和他的家庭住址，看来他真的是早有预谋。我这边重的警局系统，哎，警察同志，看你们找的相对应的。道歉，今天道歉案呢？以你的能力，自己能解决吧？别，你们管不管呀？你们这要是再不管，这就要变命案了。丢尸体的死者家属说是要杀了我呀。尸体怎么可能会丢呢？就我也不知道，这好端端的尸体怎么就丢了呢？我做这行那么多年，从没发生过这种事儿。你有没有尸体照片？哎，你看，你最后一次看到这个尸体是什么时候？前天晚上拉来，很年轻一小伙子，据说得了心脏病。哎，对了，今天早上检查的时候，这尸体还在。这下午家属说要做告别仪式，这刚一打开冷柜，尸体就没了。你是说，就是刚才我们在的时候，这个尸体才丢是吗？是啊，不只是尸体，我们的灵车都没了。这司机师傅说他把钥匙给了搬施工，我刚才一打听，没人说拿到钥匙。确定梁教授在里面？你告诉我，除了这个地方，还能有什么地方能让人3秒钟消失的呢？我去看看。你好，这里是私人俱乐部。你好，我跟刚才那个人是一起的。刚刚那个先生吗？对啊，我是他助理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这儿只有登记过的人才可以进入。这是我们的名单。名单上没有梁教授。哎，作为一个警察，稍微有一点观察能力都能进去。你行你上啊！没想到梁教授在艺术圈还有些老朋友啊。哎。
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走一走，看一看啊。放心吧，他出事的概率啊，比你走丢的还低。不，朋友，还是远远的离开，离开这再也掀不起波浪的海。我噙着热泪劝你，去寻找灿烂的未来。20年前涂鸦之作，今生还能再听到，真是此生无憾了。有生之年，我还能见到这首诗的作者，我也算是此生无憾了。谢谢。原来老程身边有这么漂亮的美女一直在陪伴着，这么多年，我白为他担心喽。您呢？您的生活就像您当年写的那样，寻找灿烂的未来。两位看一下，还有什么答案好翻译？这个都是你做的？当然，如假包换。我的手艺啊，这条街你找不出第二个。这个琥珀沉淀物太多了，而且透露度也不高啊。你到别的摊位看看就知道了。关键是，这些创意都太普通了。拿鸡和鸭子做琥珀，有保存价值吗？哎，我说你这人什么意思啊？你想要高品质的去找马克啊？来我们这小摊位晃什么？马克是谁？他是这个世界最初的生命。他总在梦中低语，他呼喊，却发不出声。人山人海当中，除了死寂，别无他物。他发出了唯一的吼叫，那嘶鸣让人心碎。火葬场的监控显示，这辆灵车是老王开走的，因为这辆灵车非常的显眼。随我调查到，他在中午的时候几乎横跨了半个市区。现在呢？开去南郊了。柏拉图在《非洲篇》里提到，人类向往爱情是因为爱情是走向不朽的最佳境界。杨先生喜欢古希腊哲学，这一点跟老陈一样。现在批评界啊，把我们这帮人称为神性写作者，因为我们痴心妄想，追求不朽。老陈啊，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。可以见得。我最了解他了。这次艺术节，他应该是幕后的投资者。他对琥珀感兴趣了。上帝之手，原来你也是冲这个来的。没错，我们是要展出马克的艺术展品，但那是我们这次琥珀展的神秘压轴展品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一定当天来看现场。好啊，老陈一定欢迎你的。我都快等不及了。我看不是您等不及，是您的同事们等不及。啊，对不起啊。喂，教授，我们好像找到那个叫马克的舞会厂家了。好，我先告辞了，很高兴见到你。再见。